在甘肃天水有一家幼儿园，为了能够让孩子吃的点心颜色更好看，你猜他们干了啥？他们竟然用工业颜料，你没听错，是刷墙啊、染色用的那样一种工业颜料，给200多个孩子做饭，而且一做就是快1年。这个根本就是系统性的在投毒啊！但如果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嘛，其实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当家长们心急如焚地带着孩子去检测的时候，你猜怎么着？当地的医院甚至是省一级的疾控中心，竟然被爆出来系统性的篡改数据，用错误的方法检测，联手把这个天大的真相给捂了下来。这个简直是整个系统从根子上就烂掉了，对吧？这个不光是犯罪，这个更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诚信的一次致命的打击。按理说这种事情简直就是一个舆论的核弹呐，对不对？它应该能够把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的吸引住，直到查个水落石出，直到所有的坏人都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奇怪的事情来了，为什么好像过去几周我们很快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们追问真相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快就被各种娱乐八卦、各种口水仗给淹没了呢？今天我们来一起拆解一场精心布局的舆论引力的魔法，一步一步来看一看那些本应该在风暴中心的甘肃天水血签事件到底是怎么能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巧妙的转移、被稀释，最后就这么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呢？这个其实是一场关于我们注意力的战争，而你我就是战场本身。要想搞明白天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被搅浑的，我们要先定一个锚，得校准一个基线，也就是说，这个天水血签事件本身，它的引力到底应该有多大？它本来应该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我先给大家说说几个核心的事实，你应该马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它本来的分量。首先，第一层引力，也就是最直接的，它击穿了人性的底线。你想想看，这么一家何时培新幼儿园，它还是一家收费并不便宜的私立幼儿园，园长跟投资人就是为了让点心的卖相好看一点来吸引家长，就敢授意厨房用工业颜料，关键词是工业颜料，长达近1年，就是针对200多个孩子的蓄意投毒。受害者是谁？他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最弱小、最需要保护的一群孩子。这样一种恶，说实话，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会感到一种生理上的恶心跟愤怒。第二层引力是那些无法挽回的伤害和一个个家庭的崩溃。全院251个小孩查出247个血签异常，铅中毒对于小孩神经系统的损伤是永久性不可逆的。有家长带着孩子去上海看病，顶尖的专家严崇怀教授说，孩子的牙龈上都出现了铅线，这说明中毒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我看到一个细节真的是心都碎了，有个孩子的血铅含量竟然是他爸爸的12倍，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一辈子的噩梦啊！然后是第三层，也是最让人感到绝望的一层引力，公信力的联合造假跟系统性的崩溃。如果说幼儿园它是又蠢又坏的话，那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简直就是恐怖片了。家长们早就怀疑，为什么在天水本地查到的这个数据和他们跑去外地查的这个数据差那么多，最后还是省级调查组下来后，等到把这个盖子一揭开，里面的黑幕简直是不敢相信。第一，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长期的系统性的篡改血签数据，一个孩子的血签值440，他敢给你改成103，直接砍掉76%，而且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第二，甘肃省疾控中心省级机构够权威了吧？结果呢，他们在检测的时候把血样放了快3个小时，血都分层了，然后只抽上面那一层轻的去检测，结果当然是严重失真。
更骚的操作是，调查组来了，他们还敢想方设法的阻挠他们的调查。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暂停那么几秒钟，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件事情的重力的强度、引力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我相信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作恶的故事了，这是一个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医疗疾控系统，从地方到省级政府整个的链条都失守，甚至合伙造假的故事。本来应该裁决真相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谎言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到现在矛头已经完全变了，他不再是冲着一家坏蛋幼儿园去了，而是直接拷问整个地方的治理能力和诚信。这样一种问题，说白了，政治风险是极高的。我们要先记住这个引力基准线。按理说，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热搜上挂它1个月一点也不过分。但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儿，它的热度连72小时都没能撑过去。这么一个王炸级别的事儿，公众的注意力都能够被轻易的带偏，那么我们就必须非常严肃的问一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天水事件的黑幕被一层层揭开，调查进入最关键深水区的时候，2025年7月的舆论场上，那叫一个热闹啊！一系列看着完全不相干，但特别能够引爆话题的新闻，就跟商量好了一样，组团登场了。他们凑在一块儿，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注意力竞争矩阵。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第一个竞争者是黄洋电甜耳环，这个是流量密码。一个19岁的年轻的女演员戴了一副被网友扒出来说价值230万的耳环。更劲爆的是，他爸被爆出来曾经是公务员。那明星炫富加上公权力，你看这两个词儿放在一块儿一组合，简直就是流量的密码，瞬间就能够点燃大家对于贫富差距啊、阶层固化啊，所有这些情绪和想象。这个话题情感的冲击力强，理解的门槛低，对抗性又足，还带着那么一点反腐的正义感，简直就是为流量而生的。本来这个事儿呢，其实都已经快过去了。结果7月9号，因为他突然发了一个生日的动态，一个看似无心的举动，你猜怎么着？我们国内的媒体机器，那样一台在天水事件里面几乎静音的机器，突然之间马力全开。从7月10号开始，各大媒体好像约好了似的，派出好几路记者对他家的背景啊、耳环的来源搞起了地毯式的调查，连续好几天。长篇报道、深度分析铺天盖地，最后到7月18号，官方的通报来了，给他爸证明说他的耳环是假的，也就值几百块。你看看这出戏，一个旧闻被重新加热翻炒，最后还上演了一出反转网络暴力、还当事人清白的完美的大戏。他成功的把一个严肃的反腐疑问变成了一场关于网暴和明星家事的八卦，而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间点，恰恰就是天水事件最需要媒体跟进调查的7月中旬。这个就很讽刺了，对不对？我们的媒体机器对于200多个中毒孩子的命运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但对一副玻璃耳环的真假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堪称敬业的热情。第二个竞争者是杭州自来水的异味。7月16号，杭州好多人家里的自来水突然有了一股粪水的味儿，这一下子就炸锅了。这可比任何社会新闻都更能够刺激咱们普通人的神经。很快，一个水务集团干部往水里投粪然后跑路了的谣言像病毒一样传开，人们的恐慌一下子就到达了顶点。虽然官方很快辟谣、切换水源、道歉补偿，最后也给出了藻类降解的科学解释，但在它爆发的头几天，因为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身安全的焦虑，吸走了海量的关注。第三个竞争者是娃哈哈的遗产纠纷。7月14号，豪门争产大戏开锣，娃哈哈帝国爆出惊天大瓜。
说中庆后的私生子们冒出来要争100亿遗产，豪门秘闻永远是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最佳谈资。更何况这个事儿有名人、有财富、婚外情、私生子、内斗，所有能让吃瓜群众兴奋的元素基本上都齐了。这个话题纯粹是软新闻，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的风险，但又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谈资和流量。对于平台和想放松的网友来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安全区。第4个竞争者，南京红姐。前面几个我们好歹还能够算是新闻，那南京红姐这个瓜就更离谱了，纯粹是一个社会奇观。一个38岁男的男扮女装，用阿红的身份2年时间跟网上超过1600个男的发生关系，还把过程偷拍了。这个故事集合了所有病毒传播的元素，性别反转、巨大的受害者数字、禁忌的性的话题，还有那句后来火遍全网的梗，来都来了。这个话题认知成本最低，感官刺激最强，简直是无可匹敌的流量核弹。一瞬间全网都陷入了一场猎奇的狂欢，大家都在震惊，在调侃，在玩梗，讨论这个千人斩的都市传说。它的冲击力太大了，完美的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音。请你再记住这个时间点，7月8号这一天正好是天水官方第2次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当一些人在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揪心的时候，另外一些人正在猎奇的瓜田里面尽情的吃瓜。第5个竞争者是大连工业大学的吕生。一个女大学生因为和外籍电竞选手的私密视频被泄露，被学校用有损国格的这么一个理由给开除了。这个公告在7月12号、13号成功的引爆了网络，瞬间点燃了关于性别歧视受害者有罪论、高校权力边界、民族主义等等一大堆复杂议题的讨论，它让不同价值观的人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好了，我们暂停一下，先喘口气。天水幼儿园、南京红姐、天价耳环、娃哈哈遗产、杭州自来水、大连女学生，短短2周，这些事儿就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无缝衔接，把所有舆论的空间都填满了。那如果说一个事儿是巧合，2个是偶然，那么这5个话题性这么强的事儿，这么密集、这么精准的，在另外一个重大负面事件的发酵期集中爆发，你还觉得这个仅仅只是巧合吗？这5个注意力的竞争者，你发现没有？他们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矩阵，它覆盖了所有能够吸引眼球的元素：名人八卦、民生焦虑、豪门恩怨、社会奇观、价值观冲突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层的特点，就是高情感唤起、低政治风险。跟天水雪签事件那样一种直指系统性溃败的高政治风险完全相反。这5个话题最后的矛头，要么是指向个人，要么能用科学解释，要么纯属娱乐，要么就局限在大学和网友的吵架里面。他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你的情绪，愤怒、好奇、焦虑、嘲讽，但又绝对不会让你去想那些最根本的、最危险的、最让某些人害怕的问题。这个分心矩阵的出现，就好像在舆论场上提前铺好了一块巨大又温柔的海绵，就等着去吸走本该流向天水雪签事件的滔天洪水。表面上来看，这些事儿的出现好像只是巧合，但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精心编排好的剧本呢？像天水雪签事件这样的重大公共危机，它的舆论焦点转移并非随机乱跑，而是应该是遵循一个非常清晰的议题升级的阶梯模型。那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和安全的层面，所有的新闻故事都是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天水事件是食品的铅超标，在这个层级，大家关心的是事实，要的是科学解释。那第2级的阶梯是程序跟伦理的层面，这个是最关键的升级点。当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他们的做法被大家认为不透明、不诚实的时候，
焦点就已经开始变了。大家不再会问为什么铅含量会超标了，而是会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大家会问你的报告是真的吗？这些问题的性质从技术问题变成了对于机构良心和做事规矩的拷问。那第三个阶梯是系统和政治的层面。那如果第二个层级的信任危机得不到解决，暴露出普遍的制度的漏洞，那么这个议题就会登顶。大家的质疑会从一个个具体的行政的机构拓展到对于整个治理体系的拷问。大家期待的是更高层级的政治的问责，就好像天水事件最终揭露的系统性失灵一样。那么驱动这个阶梯不断向上攀升的燃料又是什么呢？其实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真实性的赤字，不是说的财政赤字，而是真实性赤字。简单来说，就是官方给我们的一个说法跟老百姓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到的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越大，不信任感就越强，舆论升级的能量就越猛。一个正在沿着升级阶梯向上攀升，并且由巨大的真实性赤字不断提供燃料的重大公共危机，它的舆论关注度没有任何自然冷却的道理，它的热度曲线理应该是持续走高，直到在最高级别的问责跟系统性解决方案出台以后，才有可能迎来一个拐点。而这个恰恰就引出了最关键的论证点。既然天水事件的关注度没有理由自行冷却，那它在舆论场当中的实际的降温或者被边缘化，就只能够被解释为受到了强大外部力量的干预。这样一种不合常理的冷却，正是焦点转移作为一种人为引导策略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这就好比是一个正在不断的添加燃料加速升空的火箭，但它却在半空当中诡异的减速或者偏离了轨道。那物理学会告诉我们，这个必然是受到了某种不可见的强大的反向推力或者是侧向引力的作用。那如果前面的分析还只是逻辑推演，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数据，看一看几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你就能够清晰的看到那样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怎么样去操作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就说7月8号这一天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操作。那这一天天水事件爆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不光是孩子，连幼儿园的好多老师血铅也严重超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事情的危害的范围更广，问题更严重。按理说关注度应该继续飙升，对不对？但是就在同一天，南京红姐被刑拘的官方通报发布了，瞬间这个极度猎奇娱乐的话题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所有平台的热搜。有个词儿形容这种现象叫做波峰覆盖。你想想看，那个画面一边是沉重的追责的浪，一边是巨大的娱乐的浪，结果呢，后面那个浪直接把前面这个浪整个给盖过去了。天水血铅事件的关键信息就这么给淹没在了全网的吃瓜狂欢里面。我们再来看一看7月中旬，当天水事件成立了省级调查组，本来应该进入深度追问的阶段的时候，结果呢，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女生事件的网络论战进入白热化，紧接着杭州自来水异味事件又带着谣言爆发，那整个舆论场塞满了各种吵吵闹闹的话题，而留给甘肃血铅事件的空间被一再挤压。注意力的量被抢走了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我们看一看公众的情绪。讨论天水事件，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是愤怒，是悲伤，是无力。它需要我们去思考复杂的制度问题，这个在情感和认知上都非常的累。但讨论南京红姐呢，情绪是惊奇、嘲讽、娱乐；讨论娃哈哈呢，是好奇、八卦。那所有这些情绪处理起来非常轻松，甚至能够带来快感。这个就是焦点转移的本质，它不光是注意力量的转移，更是我们思考深度的质的退化。舆论场的主流就这么悄悄的从我们的孩子和未来怎么办，转向了
哦，那个男扮女装的红姐和那些饥不择食的男人，他们也太好笑了吧！所以，严肃的社会监督功能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娱乐致死的狂欢给悄悄的瓦解了。那如果说舆论场是一个新闻市场的话，那就一定有需求端，也就是我们公众想看什么，和供给端，也就是媒体报道什么。一个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应该是基本匹配的，对不对？但这一次我发现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反常。我们先来看一看供给端媒体的报道火力。大家可以看看屏幕上这张图，这条蓝色的线条是天水血签事件的媒体报道数量，你再看一看这条绿色的线条是那个明星耳环事件，这个对比简直是没有办法看。从7月1号到21号，天水事件这条线就跟心电图快拉平了似的，几乎没有动静，媒体对于它基本上就是集体沉默。它的日均媒体指数只有非常可怜的714。那现在请看这条绿线，黄洋电田耳环事件在7月17、18号，它的指数像火箭一样飙到了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峰值。我给你念个数字，18号这天，耳环事件的媒体指数是937万，天水事件是多少？132。说实话，我都不忍心算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心酸了。3周的平均值是114万对71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就好像纽约消防队面对着着火的摩天大楼和里面哭喊救命的人，他们只用一把玩具水枪滋了滋水，但却调集了全城所有的消防车，用1600倍的水量去浇灌娱乐明星家里的一盆花。你觉得这个事儿正常吗？我们再来看一看需求端，也就是我们公众到底想要看什么。这条蓝色的天水事件在7月8号前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搜索高峰，在峰值的时候，它的搜索量是那个耳环事件的18倍。这个数据铁证如山，说明我们老百姓是真的在关心这件事情，我们想知道真相。但是同期的媒体供给呢，就算考虑到报道可能会有延迟，到7月10号，耳环事件的报道量也是天水事件的35倍。你看看这个数据，需求差了18倍，而供给呢反过来差了35倍，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的舆论场根本不是媒体在迎合我们想看什么，而是在主动的投喂、塑造，甚至是强行的灌输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看的东西。我们想看的他们不给看，我们没那么想看的他们拼命的给我们塞。那对于黄洋电田事件，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媒体却在疯狂的超额的供给，拼命的煽风点火，直到7月16号，雅安市联合工作组正式通报调查结果，可总算是把这把火点燃了。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再来把南京红姐事件加进来一起分析。7月8号，红姐和天水事件同时在搜索指数上达到峰值，两者基本上在同一个量级。但是同一天，新闻供给方面，南京红姐资讯指数达到了435万，天水事件为0。之后到7月10号，两者的比值还是50万对5000，相差100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那如果我们再把大连工大跟娃哈哈这些事儿全部都叠加上来，你就会发现媒体用几千上万倍的火力去冲刷我们的记忆，去抢夺我们的注意力。而现在您还能看得到那条蓝色的线条吗？天水事件就好像当年的温州动车事故一样，就这么被彻底的掩埋了，消失了。这背后那一套被反复验证、屡试不爽的舆论引导的剧本到底是什么？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揭开这套剧本的真面目了。它其实是一套组合拳，我管它叫做舆论引导的
三板斧。第一板斧是议程设置，我管它叫做电视遥控器换台大法。这就像是一个魔术师，他用非常华丽的动作吸引你去看他的右手，但其实真正的戏法发生在你没有看见的左手。他不能够直接把天水事件的帖子全部都删掉，那样的话太低级太显眼了。他只需要创造出更多的更刺激的更吸睛的娱乐节目，让你主动的从这个沉重压抑的纪录片频道换台到轻松搞笑的娱乐八卦频道，让你自己给忘了你最开始其实是想看什么。第二板斧是框架理论，说白了就是他们怎么包装一个故事来引导你的情绪和判断。你看天水事件被框定成是什么呢？是一个沉重的复杂的悬而未决的公共危机，官方的解释留下了巨大的信任空白跟真相的赤字，这让我们感到既焦虑又无力，这样就从心理上劝退了很多的观众。但另外那5个热门事件呢，几乎全都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被官方给了一个清晰的明确的能够终结争议的大结局，我们管它这个叫做叙事闭环。他们都被包装成了一个有始有终可以安全消费的故事。我给您看一个硬证据，您留意一下都是谁在给这些故事画上句号。南京红姐7月8号警方通报刑拘，法律上给你画了一个句号。大连工大7月8号校方发开除通告，程序闭环。7月13号警方辟谣女生跳楼，又是一个句号。黄洋电田7月16号雅安官方通报耳环是假的，句号。娃哈哈遗产7月17号杭州官方确认成立专班介入，程序上给你画了一个句号。杭州自来水7月19号官方通报是藻类导致的，科学上给你画了一个句号。你看在7月8号到19号这个舆论战最激烈的关键时期，所有用来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全都快速拿到了官方盖章的大结局。而同一时期的天水事件呢，恰恰处在最悬而未决的阶段，公众的焦虑和质疑还都在天上飘着。那这样一种不确定性，让它和那些有明确结局的轻松的话题竞争的时候，会不断的流失我们的关注和耐心。直到7月20号最终的通报终于出来了，这是一个补救式的句号，它是在公众的注意力早已经被成功的转移，事件的热度早已经过去之后，有更高级别的力量介入，给这样一场危机来了一次低调的清场。这种操作手法的差异，这样一种主动的议程设置的行为，难道还不够明显吗？而第三板斧就是时机操控，也就是精准卡点大法。这个是最能够看出人为痕迹的一招。那几个大事的爆发点就好像设了闹钟一样，非常精准的卡在天水事件最关键的节骨眼上。这样一种无法解释的精准协同，构成了强有力的情境证据。你想想看，警方抓到南京红姐是在7月6号，但是偏偏选在天水事件热度往上走的7月8号才公布。大连工大那个奇葩的公告也是在7月8号这个节骨眼上才发的。天水事件在7月8号到12号是追责的最高峰，紧跟着13号娃哈哈遗产就冒出来，又是一次精准难解。最神的是7月16号这一天，在天水事件热度还很高的时候，两件完全不相干的大事在同一天被引爆。雅安官方发布了耳环的最终通报，同时杭州自来水事件大规模爆发。从7月6号到19号，这5起事件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议题处，完美的覆盖了天水事件本应该持续发酵的黄金问责期。那这种时间上的高度协同已经超出了新闻随机发生的概率了。而最经典的是天水事件最终调查通报的发布时间7月20号星期天晚上，这个在公关圈里面都是老套路了，叫做周末新闻垃圾桶战术，专门挑媒体下班大家准备放松过周末的死角时间，发重磅的负面消息，把传播力降到最低。这个本来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最终交代的最重要的通报，就这么被悄悄的
冷处理了，其用心昭然若揭。那这3板斧下来，一套行云流水的组合拳就成功的把一场可能动摇政府公信力的大危机给化解于无形了。那这一套3板斧打得这么溜，到底是谁在出手呢？这背后其实是4只看不见的手在默契的配合。那第一只手是算法，算法这个东西它没有价值观，它只认流量，所以它天然的就会把南京红姐这样一种刺激性的东西推给你，而天水事件这种沉重的话题自然就会沉下去。第二只手是平台，平台需要流量，但更怕惹麻烦。深度报道天水事件有风险，那怎么办？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南京红姐这样一种又安全、流量又高的完美热点推上榜首。第三只手是行政力量，这只手的作用你懂的。更高级的手段不是删帖，而是一层对冲，就好像你往一杯黑咖啡里面不断的加清水，咖啡还在，但是已经被稀释的完全看不见了。第四只手是法律与威慑，这是最狠的一招。在耳环事件里面，有网友做视频就被威胁起诉，平台也在官方通告发布以后迅速处理了81个造谣账号，这样一种杀鸡儆猴，能够制造一种寒蝉效应，让很多想做深度内容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放弃了。所以你看明白了吗？这样一场焦点转移是算法的商业逻辑，平台的避险需求，官方的维稳意志和法律的潜在威慑，这4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有效的舆论管理早就不是让坏事消失，而是让它淹没在无数更刺激、更娱乐、更安全的信息噪音的背景里面。所以视频的最后，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天水血签事件的消失是巧合吗？我想我们拿不出什么铁证能够证明是某一个神秘的部门下达了什么指令，但是当一个指向重大公共安全责任的议题出现的时候，多个具有高度娱乐性跟传播力的议题在时间上完美衔接，在数据上呈现精准的负相关，在话题的属性上形成降维打击，那这个就构成了一条足够完整的情境证据链。这样一种转移可能根本都不需要什么部门给什么强制的命令，它顺应了资本对于流量的追逐，也迎合了大众在信息过载的情况底下倾向于轻松逃避沉重的心理。它其实是一种更高级更隐蔽的议程设置。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舆论引导的手法，其实正是吸取了温州事故教训以后10余年间不断演进的结果。国家层面的这个舆论的引导战略已经从封堵试图阻止信息的流动，进化为稀释或者是对冲，也就是用海量的噪音来淹没关键的信息。那这个模式的存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它意味着我们想要通过舆论来监督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愤怒和关注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形成持续的压力去推动真正的变革。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非常无力，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呢？其实艾森也没办法给你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但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看见这个模式的存在，理解我们自己的注意力有多宝贵，以及它正在如何被争夺、被引导。八卦是真的挺好看，我也爱看，但吃瓜之余也请留一点点时间和精力给那些严肃的话题点个赞、转个发，让那些有责任心的创作者和重要的议题能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下一次当你再看到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眼看着就要被另外一个离奇的社会新闻或者明星八卦盖过去的时候，请多停留那么1秒钟，想一想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下一次当你在热搜上看到一个明显是来分散注意力的娱乐新闻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敲下一行字：还有人记得甘肃天水的孩子们吗？
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对抗这样一种刻意的遗忘。守住我们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忆和追问，就是守住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因为如果我们那么轻易的就忘了，那么下一次当灾难的尘埃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可能也就真的没有什么人再为我们发声了。感谢您看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这些对于您有一点点启发的话，希望您能够点个赞，转发一下，也不要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的支持能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在信息过载的时代，选择关注什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